Hello，大家晚安，欢迎收看 Gina TV。最近天气已经变冷喽，今年的冬天来的比较晚哈，所以现在开始终于有点冷的感觉了哈，毛衣都要拿出来穿了。那最近呢，有很多没有学过睫毛的小天使们写信问我说，老师，什么样子的人比较适合学习接睫毛呢？其实啊，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哦，因为他们想要成为一个美睫师，但是又不知道他们到底自己适不适合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子的人比较适合当美睫师哦。首先，当美睫师的话，必须要有几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一定要眼睛看得见。眼睛看得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你只要是40岁以前的男性或女性，然后没有老花眼，没有1000度的大近视眼，没有两眼视差超过400度以上，没有很严重的散光，基本上这样子呢，就是一个正常的眼睛。那正常的眼睛呢，就可以学习接睫毛，这是第一点，最重要的一点哦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你要有一点耐心，因为呢，我们接睫毛这个工作呢，其实有一点点像是同一个动作一直重复在做。例如说，我们帮客人接单根式200根，好，这个项目，其实我们的动作只有一组，就是把毛拨开，然后把毛放上去，然后这样重复200次。那所以呢，有耐心就变得很重要了。因为假设你没有耐心的话，你可能做到一半，你就会乱七八糟，然后就会兵败如山倒，越做越乱，越做越丑。可能要有一点点耐心。第三点呢，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本身啊对美丽的东西要很有兴趣。例如说你想当美睫师，那你应该自己也要尝试被人家接睫毛，或者是你也很喜欢化妆，很喜欢变漂亮，这样子的人其实都很适合学习接睫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帮客人做的过程当中，你也是在跟客人分享一个美的事情。那你只要有美感，客人对你的信任度其实是会加分加倍的。例如说，我们去剪头发啊，我们的造型师一定是那种比较就是 fashion 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是一个乱七八糟、蓬头垢面的美发师，你也不会想要让他帮你剪头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对美的事情要有一些想法，然后并且自己要爱漂亮的人，就很适合成为美睫师，因为他会时常跟客人在做美的交流，非常重要哟。第四点呢，我觉得最好你在成为美睫师之前呢，以前的工作是曾经有做过业务性质的工作，或者是客服性质的工作。因为我们成为一个美睫师的时候呢，我们很有可能是自己在家里自己开工作室，那所以你自己独立面对客人的能力就要有，因为你要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事情，例如说帮客人接待、跟客人 social， 并且帮他咨询，然后帮他做上美美的睫毛，最后成交结单，收到钱。那如果说是有做过业务性质工作的人呢，其实是比较容易跟客人 social 打交道的。如果你以前的工作如果是像是医美诊所的咨询师，就非常的适合，因为你常常要观察客人的眼色，然后呢，并且跟他分享美的事情，然后让他呢对你有信任感，并且愿意把钱拿出来去做这些美的项目。所以如果你以前的工作是这一类的，其实都很适合哦。那如果你是卖房子，其实也很适合，因为其实业务性质的工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察言观色，然后独立把订单接下来，并且成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第5点就是，你一定要很想赚钱，很想赚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开个人工作室的时候，我们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。如果呢你不是特别想赚钱呢，自己当老板的时候就会常常会懒惰、怠惰，然后有时候这个客人太机车就不想接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美睫师，我们一定要是独立作业型的。那对自己呢就要有一点就是自制能力。那最好的自制能力就是发自内心真的很渴望赚钱，你就会比较有自制能力。以上5点呢，是我认为只要你拥有这5个条件呢，你就非常适合当美睫师，可以来学习接睫毛。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符合这5个条件啊？所以要当美睫师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哦。其实我觉得美睫师这个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。那像有很多女生，那结了婚之后生了小朋友啊，她们有可能因为要顾小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时间对她们来讲就变得很重要。例如说，她可能早上10点她可以工作，但是她到下午4点她就一定要赶快离开去接小孩。那对于有很多标准的工作来讲，她们可能就变得没有办法去从业。那像美睫师这个工作呢，时间非常的弹性。那她除了送小朋友去上学之后，她还是可以就是接案子，然后有一点收入，那自己也会增加一点信心，并且跟社会一直持续有一个接触。所以我觉得美睫师的工作很适合像是妈妈啊这一类的，
或者是有很多女生呢，会为爱走天涯。如果你有这个一技之长呢，是不是就可以带着你的一技之长，不怕你老公是带你去美国，或者是你老公带你去台北，或你老公带你去台中？其实对于一个爱香水的女生来讲呢，有一技之长在身上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，你就也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你找工作会很麻烦。这样子大家都明白要成为美睫师的5个要件了吗？你是不是这5个要件都有啊？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很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，那我可以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，帮你解答的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分享出去，并且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君娜 TV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，并且要打开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顺便再帮我按个赞再走哦，拜拜。